14,690元的 DJI Osmo Pocket 4是一台主打极致轻便的随身拍摄工具。这是我实际带出门拍了一整天，从画质、稳定性到低光表现，全部一次测试，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一台可以完全取代手机的设备。DJI Pocket 4，说真的，这个价格放在现在，你买手机配件可能都不止了。但它最奇怪的地方是，它不是配件，它是一台相机。而且如果你是从 Pocket 3升级上来，你会明显感觉到一件事，这一代不是让你拍得更厉害，而是让你更容易开始拍。我先讲，今天这支影片我不是单纯来开箱的，我是想验证一件事，这种超小型手持相机到底能不能真的拿来拍内容？因为以前这类产品通常都是很方便，但不能长时间用。但 DJI 这几年做的方向刚好相反，它在做一台让你随时拿起来就可以开始拍的设备。但我先讲结论，这一代 Pocket 4最大的改变，不是画质变好，也不是功能变多，而是它开始在解决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，你愿不愿意把它拿起来拍？因为很多人不是没有设备，而是设备太麻烦。如果说 Pocket 3解决的是画面稳不稳，那 Pocket 4在解决的是拍摄这件事还麻不麻烦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级的问题。先讲拍照，这一代直接拉到约3700万像素。如果你用过 Pocket 3，你会知道它的拍照其实比较像是附带功能，能拍，但你不会真的拿来用。但 Pocket 4不一样，它的拍照已经从能记录变成可以输出。例如你旅行的时候不带相机，只带它，你还是可以拍街景、人物，甚至裁切之后还能用。它不是专业相机等级，这点要讲清楚。但它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情，让你在不带相机的情况下也能完成拍摄，这个才是升级的核心。简单讲， Pocket 3能拍， Pocket 4开始能用。再来是一个很小但实际很关键的升级，补光系统透过配件整合。但这里我先讲清楚一件事，它不是用来打环境光的，比较准确的说法是，它拿来补人脸。例如你在晚上自拍 vlog 或近距离拍人，这个补光会很有感，可以让脸不要整个黑掉。但如果你是想拿来照亮整个场景，例如夜市、街景，但它其实帮助有限，所以它的定位比较像是让你在暗的时候还能把人拍清楚，而不是让整个画面变亮。但即使是这样，它还是解决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。以前你在暗环境拍人，常常会卡住一个念头，这样能拍吗？但现在至少会变成，好，我可以先拍。它不是让画面变专业，而是让你在该拍的时候不会停下来。再来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会低估，107GB 内建记忆体，这是 Pocket 3完全没有的。以前最常发生的不是画质问题，而是忘记带卡，卡满了还要换卡，这件事情会让你不想拍。但 Pocket 4把这些全部拿掉，它变成一件很单纯的事情，拿起来就可以拍一整天。它不是规格，这是体验。它在降低开始创作的心理门槛。
再来是慢快门，这一代可以做到1/4秒，听起来很普通，但实际上它代表一件事。Pocket 4可以开始让你玩画面，你可以拍车流光轨、夜晚街景、人流拖影，这些东西在 Pocket 3几乎不会出现，因为那一代的定位还是偏记录。但 Pocket 4开始往创作靠，当然我还是要老实讲，这不是稳定使用的功能，是可以玩，但它的定义在于这台相机开始有摄影的味道。再来是追踪 ，Pocket 3的追踪其实已经很强，但它比较像看到人就跟，而 Pocket 4不一样，它开始变成理解。你可以先定义谁是主角，之后它会稳定锁定那个人。它不是看到人就追，而是知道谁才是你要的画面。这在实拍时差很多，你不用一直确认画面，也不用担心构图跑掉。你只要做一件事，走。对艺人创作者来说，这其实是很大的解放。再来讲胶片风格，这一代 DJI Osmo Pocket 4是有加入一些风格滤镜的，但我会讲得很直接，它比较像是加了一层涂层，而不是重新做了一套色彩语言。你如果用过 DJI Osmo Pocket 3，它的状态其实很单纯，就是没有这些东西，完全走干净记录风格。但 Pocket 4开始想做一件事，让画面看起来更有味道。问题就在这里，你会感觉得到它是被加工过的，而不是自然长出来的风格。有点像是你知道它想变好看，但那层质感还是会有一点浮在画面上，所以它现在比较像 DJI 给你一个快速变风格的选项，但它还没有做到真正稳定、自然、可以长期依赖的色彩系统。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美肤，可以微调，但一开太强就会有问题。人变干净，但不太真，画面会开始出现 AI 感。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，可以用，但一定要保守。再来是操作体验的变化 ，Pocket 3已经很快了，但你还是会有一种感觉，我要开始拍了。而 Pocket 4的感觉比较像事情发生了，我已经在拍了。它的改变其实不是单一功能，而是整体流程，启动更快，操作更直觉，反应更及时。这些加起来，让拍摄前的犹豫几乎消失。你不需要准备太多，它就已经进入拍摄状态。所以你会发现 Pocket 4很有趣，它一方面在变强，更高画质、更高像素、更聪明的追踪，但另一方面它在变简单。内建储存，更直觉操作，更低拍摄门槛。它其实在做一件事，让你不用思考就可以开始拍，但代价是有些进阶功能还在进化中。最后，我自己的感觉是 ，DJI Osmo Pocket 3是一台很好的工具，但 DJI Osmo Pocket 4做的事情比较不一样。
它在让这个工具消失。当你不再注意设备本身，你才是真的开始拍摄。拍摄变成一个没有阻力的动作时，创作才是真正发生。DJI Osmo Pocket 4最大的价值不只是规格的提升，而是它愿意让你带出门的相机开始拍摄。如果你正在寻找一台长时间记录生活，而且可以随时拿起来就拍的相机，那它的定位其实非常的清楚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